正当韩立束手无策，无奈之下甚至已经有了将金刚罩这一般凑合使用时，一直坐在韩立肩头有些无聊的小猴忽然间一张口，一道灰白色的火焰喷射而出，一下将那悬浮在半空中的金刚罩包裹在其中。原本寂静无声的金刚罩顿时一阵低鸣声发出，金炮在灰焰中一丈一缩，骤然变起形来。看到这一幕，韩立大吃一惊。万年尸焰！大眼神君更是愕然之极，有些喃喃。南郡是大晋北部和中部交界的一郡，但以面积而论，此郡在36大郡中排名倒数第几，但论富足程度却足可以排进前5之列。此郡管辖之地多为平原水乡，物产丰富，也有不少的灵山大川，甚至还有凡人在这些灵山中见到过僧道装扮的仙人飞行于天际之间，故而此郡信佛奉道之风盛行一时，佛院道院遍布全郡各处，无论权贵富豪还是农夫走卒，无一不对两者恭敬有加。不过除了佛道两教外，此郡书院也众多异常，府城大城小镇乡村都可以见到书院私塾的影子。这些书院明显分为3、6、9等，1等的书院有大家宿儒亲自执讲45经，教授对象也大都是身份显赫的官宦子弟。等级最低的小型私塾则只是普普通通的儒生执教，会传授儒家基本思想和教授讲解一些最基本的经书。一旦发掘了其中优秀人才，则会向上阶书院加以推荐，这倒是穷人子弟一跃升天的绝佳机会。毕竟能从高阶书院出来的儒生非常受大晋上层的欢迎，最高等级的几座书院出来的儒生，甚至连那些封疆大吏公侯之家都极力招揽。大昌府的府城太昌城就是这么一座书院遍布的大城。此城虽然没有排名第1的吴广城名气大，但在南郡来说却是达官贵人富豪巨贾居住最多的府城。光是公侯之家就有3、4家之多，而其中从事各行各业的形形色色凡人更是不计其数。位于太昌城西边的甘家，就是太昌城中有些身家资产的富商中的一位。这种拥有在太昌府各城近20余家酒楼的大富商，在别的小些城市称之为富甲一方也不过分，但在此城中也只能在富豪中排上中上人家而已。不过尽管如此，甘家也在太昌城中一处富豪云集的区域拥有一处不小的巨宅，门内光是仆从丫鬟就有30、40人之多，也可算是一座不小的府邸。这一日正当骄阳当空午时，从街道口处缓步走来一名如山打扮的青年。此青年20余岁，背后鼓鼓囊囊地背着一个用灰布包着的粗大包裹，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。青年一进入此街道，目光向左右不停地寻觅着什么。不一会儿，他终于看到了甘家那一扇漆黑油光大门上挂着的甘府巨匾，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笑容。他几步走到大门前，再次打量了一下甘家的大门，就没有迟疑，上前轻扣了2下门环。砰砰2声轻响，大门里面立刻传出了一阵小跑的急促之声。青年听到此声一怔，仿佛有些意外，但片刻后大门就飞快地打开了一小半，从里面露出了一张满脸恭敬之色的中年男子脸孔，身穿吓人的服饰。此男子一看见眼前的青年时，脸上的恭谨之色顿时凝滞了一下，然后飞快地收敛不见。阁下找谁？男子原本弓下的身子又直了起来，有些狐疑地问道，目光还不停地扫视着青年，想从对方身上看出一些什么出来。
这里是甘池叔父的府邸吗？甘池叔父，甘池正是我家老爷的名讳。公子是？门内男子看完青年身上的服饰，面上已经露出了几分轻蔑之意，现在一听此言，大吃了一惊，口气立刻客气了3分。在下韩立，是甘池叔父的一位远亲，这次特意前来拜会叔父一趟。眼前的青年也就是韩立，此刻他已经在当日闭关修炼了1年后的时间了。经过一番潜心修炼，借助天师珠和金刚舍利之力，他终于修炼成了第1层的冥王诀。原本有些蠢蠢欲动的煞气立刻安稳了许多，这让韩立心中大喜，但也不敢拖延，立刻出发，直奔早就计划好的甘家来了。原来是韩公子啊！哈，这真是不巧，老爷一大早就出去会友去了，现在宅子里是大公子做主的，要不小的给通禀一下？那就有劳兄台了。请公子稍后，小的马上就回。中年男子点头哈腰，重新将大门关上，然后直奔后院报信去了。韩立则悠然地站在门前，回首打量着附近的其他巨宅和过往的一些车马行人。虽然他未用神识扫过此城，但明显此城中的修仙者数量之多实不在少数，并且极有规律地遍布在城中几处地方，里面也不乏高阶修士，这让他颇有些好奇，实在对这些修士如何入世实在大感兴趣。一盏茶的功夫后，大门吱宁一声再次打开，这一次从里面走出一名年纪轻轻的青年。此青年面目清秀，身着锦袍，身后站着的正是刚才跑去通禀的那位下人服侍的男子。这就是韩公子吧？在下甘玉，听说韩兄是甘家远亲，在下虽然没听说过，但自不应太失礼的。若不嫌弃的话，韩公子不妨先跟在下到客厅一叙。这位甘玉上下打量了一遍韩立后，竟温文有礼地说道：原来是甘叔父的大公子，既然甘兄如此说了，那韩某就不推却了。韩立也没有客气，略想了一下，满口答应下来。甘玉微微一笑，侧身就将韩立请进了府中，漆黑的大门则无声无息地关上。1个时辰后，一早出去的甘家之主，一位50余岁的发福老者，穿着蓝色员外袍，坐着马车回到了甘府门外。府里出了什么事了？启禀老爷，有位姓韩的公子自称是你的亲戚，现在已经被大公子请到客厅中了，如今好像和公子交谈甚欢的样子。亲戚？姓韩？啊？怎么？这人不是老爷亲戚，是个骗子？那要不要小的马上去叫官差过来？是不是骗子还不好说，我好像真有这么一位远亲，只是时间太久了，记得不太清楚。你守好你的门就行，用不着多事。甘池脸色一板，随口训斥了眼前下人2句，人就匆匆地走进了府门，甚至连衣服都没换，就冲大厅走去。尚未走进大厅，刚走到入口处的老者就听到里面传来熟悉异常的轻笑声。韩兄竟然对四书五经研究得如此透彻，小弟真是佩服之极。不过关于书中那一段闲人之话，我认为应该这样理解。这分明是自己的长子，似乎正在和客人谈得正在兴头上。老者听到这里，脸色却微微阴沉，并且目光闪动间有些不安的样子。但是片刻后，他就一咬牙，不再犹豫地走进大厅中。父亲大人，这位韩公子是？我已经听下人说过了，阁下就是那位自称我远亲的韩公子，不知身上可有什么信函或信物？甘池心神全放在韩立身上，冲其子略一摆手，目光就在韩立身上一扫而过。韩立这时也从座位上站起身来，听到如此一问，不禁笑了笑，当即一言不发，单手往袖中一摸，掏出了一块白光闪闪的半截玉佩，并递了过去。
甘池见到玉佩，面色终于动容起来。他郑重地接过玉佩，仔细地看了一遍，脸上才出现了一丝恍然之色。原来你真是韩兄的后人，你跟我到书房来，我要详细问问逝去姑母的一些事情。老者一把拉住韩立的手腕，竟激动异常，随后立即带着韩立离开了大厅，直奔自己的书房而去。姑母，甘家有这样一位远亲吗？甘玉却怔怔地站在厅中，沉吟了起来，心中有了几分迷糊。参见韩公子。方一进入书房，将书房门小心关好，甘池立刻脸色一变，异常恭敬地冲韩立深施一礼。起来吧，你无需详细问我的来历，只要知道从今天起，我是专门负责和你联系的人就是。是，原先的负责和甘家联系的那位二先生，自从10年前一去不见了踪影，小人还担心出了什么事情，现在有公子出现，这实在是再好不过了。这次来你们甘家，我只是顺便而已，其实还是另有要事要办，这还需要你在世俗的身份协助一下。韩立满意的点了点头，用不容拒绝的口气吩咐。位于太昌城外的白鹿书院，就是南郡诸多书院中不起眼的一座，在外人眼中，等级只是在诸多书院中位于中等。若说是书院有什么特点的话，就是此书院不是建在某大城之中，而是修建在了南郡赫赫有名的玉田山上。这座玉田山可是太昌府有名的灵山，有10余座大小不一的山峰，虽然谈不上什么险峻宏伟，但却四季如春，奇花遍地，有几种珍稀的灵树灵果，更是只有在此山上才能种植成活，故而位列南郡13灵山之一。白鹿书院就修建在此山幻云峰上，从半山腰直至峰顶，盖有大片的楼阁，面积还着实不小，可以容纳1000人以上。按道理说，以此山的这般大名头，这座默默无名的白鹿书院完全没有资格进驻此山，毕竟相邻的几座山峰上修建的可是颇具盛名的名观大庙，和白鹿书院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存在。可是奇怪的是，白鹿书院1000余年前在此修建起来后，这些寺庙道观却从没有人为此找书院什么麻烦，相反，那些道观和寺庙中的僧人道士对那些偶尔出入书院的学生，无论年纪大小都客客气气，这实在是让人大感诧异。白鹿书院另有一个怪异之处，就是其招收的就读书院子弟年龄身份实在是天差地别，既有豪门世家独生公子，也有农夫小贩的穷苦人家出身，年纪也从6、7岁到20余岁间完全不等，并且每年招收弟子的时间也都不太固定，有时3、4年招收一批，有时则7、8年不见动静。但凡是进入书院入读之人，却极少见有人从书院大门出来过，处处透着一股神秘的色彩。当然，这种神秘只是那些居住在玉田山脚下的一些当地居民，山外的世俗世界完全不知道这些异常之事。白鹿书院还是在整个南郡中默默无名，罕有人注意到。